观之道为师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，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。咳嗽是春日里最常见的症状，引起咳嗽的原因有很多，五脏六腑皆令人咳。要想治疗咳嗽，还得找对原因，对症解决。可以说，咳嗽是我们平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症状，往往我们容易把咳嗽与肺联系起来。但是中医认为，咳嗽的原因繁多，肺往往只是直接原因。但五脏六腑功能失调才是咳嗽的根本原因，所以《黄帝内经》中指出，五脏六腑皆令人咳，非独肺也，并指出了心咳、肝咳、肾咳、肺咳等等的具体情况。所以中医认识咳嗽的病因病机是十分多样，也注重整体观点。今天小关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常见的咳嗽原因以及对应的治疗方法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还请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您的支持对小关非常重要，谢谢大家。两种常见咳嗽，外感邪气，情志饮食内伤。张氏医通认为，盖咳嗽为病，有自外而入者，有自内而发者。风寒属湿，先自皮毛而入，皮毛者肺之合，故虽外邪欲传脏，亦必先从其合而为嗽。此自外而入者，其情欲结，五脏不和，则邪火逆上，肺为气出入之道，故五脏之邪上蒸于肺而嗽，此自内而发者也。在这部书中对咳嗽的病因进行了概括，认为咳嗽病因分为两大类。第一类就是外感邪气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感冒咳嗽。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治疗调整，容易日积月累，病邪从外传里，形成各种慢性肺系疾病。其次就是情志饮食内伤，这与我们的情绪饮食习惯十分相关。举例而言，如小孩子食积咳嗽，多与饮食过多导致，又如最常见的烟酒生，也是导致咳嗽的重要原因。所以在养生保健角度而言，要辨析清楚自己咳嗽的原因，才能够针对治疗，避免陷入见咳止咳、见咳补肺等常见误区。常见咳嗽病因，外感风寒、饮食不节或气情郁结。小关下面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常见咳嗽的病因。外感咳嗽，在季节交替之际较常见。外感咳嗽十分常见，尤其是季节交替之际。正如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咳论篇》指出，皮毛者肺之合也，皮毛先受邪气，邪气以从其合也。其寒饮食人味，从肺脉上至于肺，则肺寒；肺寒则外内合，邪因而克之，则为肺咳。因为肺主皮毛，而我们皮肤毛发是防御外邪的第一道防线，所以往往从皮毛感邪之后，最易传到肺脏，从而导致咳嗽发生。一般外感咳嗽主要为外感风寒传里，典型表现就是恶寒、发热、汗出或不汗出、肌肉酸痛、鼻塞流涕、咳嗽等。这时候早期要积极干预，不要拖着等好，否则容易病邪入里，或者寒邪郁而化热，形成辩证。同时，一般的感冒、上呼吸道感染一般是不需要使用抗生素治疗的。中医认为，抗生素偏寒，滥用抗生素容易导致伤及脾胃，导致后期咳嗽不愈。除了风寒咳嗽之外，还有燥邪犯肺导致的情况。因为中医认为肺叶娇嫩，不耐寒热，燥邪犯肺易伤及精血，这种多为干咳少痰、口干、咽干不适等。饮食内伤咳嗽，饮食不节、情绪躁动者常见。首先是痰饮咳嗽，肺为助痰之器，脾为生痰之源，肾为生痰之根。痰饮内停，则容易导致咳嗽发生。而痰饮的生成与肺脾肾三脏密切相关，而平时饮食不节的人会导致脾胃虚寒或者水湿太过，则容易导致水饮停于中焦，往往容易出现上腹部胀满感，或者时有胸闷咳嗽不适。这些症状都多见于喜欢猛饮、冷饮习惯的人，还有年龄较大、肾气不足，多患有一些慢性的肺系疾病，如老慢支、支气管炎扩张等的人。这些咳嗽往往是痰多、窒息、咳不干净，那是肾主水液代谢，若肾气不足，则气化不利，水饮停留。其次是积滞咳嗽，这样更多常见的是饮食过度，平时嗜好烟酒的积滞咳嗽。这种情况往往痰热内阻，气逆于上，容易虚实夹杂，多见长期吸烟、嗜好肥甘厚腻的人群，体质偏于湿热或者痰湿，咳嗽症状声音重浊，痰质粘稠，痰色白或黄色，舌苔黄白厚腻。最后是情志咳嗽，这种咳嗽多与胆肝脏腑相关。从中医五行角度认识，肺属于金，肝属木，
而情志不畅容易出现肝木化火的情况，而火气克金，损伤肺脏，导致咳嗽出现，就是中医常说的木火邪金。此种咳嗽多见于情绪易躁动的人，又因多与情绪激动相关，咳嗽时候容易痰中带血丝，脸色潮红，两胁肋疼痛不适。3. 辩证化痰，根据咳嗽特点选择对应的方法。面对一些常见的咳嗽，我们在注重辨别原因之外，也要重视一些保健原则，不要出现见咳止咳、见咳补肺等常见误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咳嗽也是人体一种正常的保护性反射，适当的咳嗽可以有利于去除病情。如果不管原因见咳止咳，则容易导致病邪停留在体内，形成严重的疾病。同时，不是所有的咳嗽都是虚的，也有实症导致的咳嗽，此时不能随意补肺，导致病情加重。因此，当你出现咳嗽的症状，我们应该注重以下这几点： 1. 要注重宣肺化痰，咳嗽要注重恢复肺脏宣发肃降的功能，同时要针对寒热虚实情况，适当运用清、温、补、润的治疗方法。宣发就是要宣发肺气，因为肺主气，肺朝百脉，正常的肺气宣发可以把我们的呼吸的氧气输送到全身各处，而肺气肃降则是因为肺除了主气，也能通调水道，且肺与大肠相表里，肺气宣发之后也要降到位，才能把我们正常的水液输布全身，大便也才能通畅。宣肺化痰该如何做呢？小关推荐给大家一个食疗方子：紫苏白果膏。紫苏白果膏是从肺入手，你要有痰，愿意从根源改善，还是值得吃的。药方中的紫苏子、杏仁是向下走的药，负责降肺气的；桔梗是向上走的，负责宣肺气。这几味药食同源的药材，开宣化痰，里面白果练肺气，一降一宣一敛，使肺气宣发肃降调畅。肺中有热，常炼金成痰，咳痰过多则易伤肺经，故重用玉竹驱肺热，以截断生痰之源。玉竹可以生津，帮助痰排出来。养肺阴以滋润肺之阴经，使得咳痰爽利。甘草祛痰止咳，调节呼吸中枢，调和助药，使药力更显。2. 外感咳嗽，宣肺温散。而针对外感咳嗽，我们要一般采用宣肺温散的方法。首先要避免忽冷忽热的环境，注意保暖。风寒咳嗽可以适当进食一些辛散之品，如生姜、葱白、薄荷等，取作煮水调味服用，有助宣肺驱寒止咳。3. 燥邪犯肺或肾气不足，降肺、润肺、补肺。而燥邪犯肺或者肾气不足等情况，则多用降肺、润肺、补肺的方法，可以进食蜜蜂润肺，或者进食一些降肺理气的膏方综合调整。4. 痰饮咳嗽化痰理气。针对痰饮咳嗽，则要注重化痰理气，恢复正常人体水液代谢，可以适当泡用陈皮，益健脾理气化痰。同时针对寒饮，则采用温法，此种情况可以煲一些胡椒猪肚鸡汤，或一些黄芪、五指毛桃等温补益气的汤水。同时要注意的是，不能滥用抗生素治疗咳嗽，否则容易加重寒饮咳嗽。5. 积滞咳嗽清法。而积滞咳嗽则往往需要清法，包括清利湿热、通腑泻热等，可以适当进食一些帮助消化的食物，如白萝卜、冬瓜等煲汤。情志咳嗽则需要注重肺气收敛肃降，可以适当打坐，练习一些健身气功，如呼吸功法六字诀。在春天则适当外出踏青，调畅肝气。小关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2种化痰的方法。1. 燥湿化痰法。脾喜燥而恶湿，脾阳不足，水湿停滞，气之阻遏，则可酿成湿痰。脾湿生痰，是湿盛则精微不运，从而凝结成痰。其主要症状是胸部满闷不舒，四肢乏力，咳嗽，痰白清晰，胃纳呆滞，舌苔白厚而腻等症。适当健脾燥湿，常用药有苍术、白术、半夏、茯苓、厚朴、陈皮等味，方用2陈汤加味，具有顺气除湿、痰浊自捐的功效。热重者可加黄芩、胆辛、瓜蒌等，若兼气虚者，以6君子汤为宜。若见血虚，可用景岳金水6君煎。2. 理肺化痰法。肺司呼吸，主肃降，有通调水道的功用。肺虚不能正常输布津液，便可停痰肃肺。陈修远所言，
凡五脏有偏虚处而引流之，指出脏气素虚是停痰速饮的内在条件，内外合阴，故痰停聚于肺的机会临床最为多见。其治疗多遵循《金匮》一书中的以温药合治的原则，常用药有细辛、干姜、半夏等味，方用参苏温肺汤或者灵甘五味姜辛半夏汤之类，治于气郁沉痰、气痰交阻、呼吸不畅、胸肋胀、精神不宁，以致的精神失常，或喉间如有物状，吞之不下，吐之不出，或伴有食饮少思的症状。常用药如半夏、香附、郁金、厚朴、柴胡、苏叶等，方用四七汤、温胆汤、涤痰汤等，以理气宣郁，使气顺痰消。以上的这些方子仅供参考，小关在这里再次提醒一下大家，如果出现了相关咳嗽不适症状，需要药物治疗时，请在医生辩证下使用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您对今天的内容有着自己的看法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。喜欢小关别忘了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